我曾听人说，嫁人是女子一生最大的喜事。可我出嫁那日，没有花轿，没有喜乐，只有一匹从死人堆里走出来的战马。魏统领，这是何意？奉王爷令，迎亲。亲王娶亲，为何无花轿？这成何体统？王爷说了，他要娶的王妃，不是可以随意替代的花瓶。替代？什么意思？今日嫁的不是侯府嫡女宋清瑶吗？难不成换人了？原来是为替嫁一事心怀不满，连圣上都认了。他一个废人还能如何？不过是耍耍威风罢了。王爷欲如何？若新娘有胆色，便其追封回王府。王爷在府中等她拜堂。若不敢，这门婚事就此作罢。有战马迎亲，听说那马踢死过3个马夫。出嫁之日被退婚，这新娘还活不活了？安亲王也太疯了。安亲王这是要当众羞辱我永昌侯府吗？侯爷言重，王爷只是觉得，既是冲喜，便该有些不同寻常的诚意。若连他的战马都不敢靠近，又如何敢说能陪他走过往后残生？左右是个上不得台面的，被马踢死也算全了侯府忠顺之命。既然如此，就按王爷说的办。是，侯爷。三姑娘，外头等着呢，王府让您骑马回去。骑马？三月。娘，姑娘，吉时不能误啊！放开我，娘晕了。三姑娘若不出去，今日这婚事作罢，到那时允姨娘只怕更不好过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他们不是要我出嫁，他们是要我活着替侯府遮丑，死了替侯府脱身。妹妹祝嫡姐马到黄泉，照顾好我娘。不会真要新娘骑马吧？这不是找死吗？侯府怎么舍得？天生薄命无福消受，能怪谁？宋三月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被马踢死。这不是侯府那个庶女吗？好啊，嫡女不嫁，那庶女顶替。怪不得安亲王派战马来迎亲，这是早知道侯府耍花样。我侯府长女本就是宋三院，早年已记在夫人名下，只因自小体弱，才少在人前走动。得了吧，舍不得亲生女儿，就拿庶女挡灾。庶女就不是人吗？连安亲王都敢糊弄，小小庶女，他们更不会当人。女儿宋三月能嫁与安亲王，乃三生有幸。此去王府，当谨守妇德，尽心侍奉，以报侯府养育之恩，父母教诲之德。愿父亲母亲福寿安康。只要保住娘的命，这戏我陪你们演到底。去吧，算你识时务。只要你今日不死在府门口，我便饶了芸娘。吉时到，请王妃上马。要被踩死了！快躲开！水要沥得再干些，福袋最忌水气过重，争不透的福气便算不了真福气。晓得了，娘。翻过年，三院也该谈婚论嫁了。同是侯府的女儿，嫡女穿金戴玉，我的三院却连去前厅送点心的资格都没有。等明日嫡女的婚事过了，我一定要去求求夫人。娘，您给我讲讲八宝福袋的寓意呗。8样福料是8种心愿：糯米主年和，愿离散者团聚；竹笋主节节高，瑶柱是财帛，虾仁是笑哈哈。那蟹黄粉呢？蟹黄色如金，取其金玉满堂。但这道菜最要紧的是心想事成。食材都是寻常物，但凑在一起煮熟了、蒸透了，就会生出不寻常的滋味。就像日子一天天过下去，总会有好事发生。娘说的话，女儿都记在心里的。只要有娘在，就是三院最大的福气。三姑娘，侯爷和夫人请您去芙蓉院。父亲，请我，我同你一起去。侯爷和夫人只让三姑娘去。娘，我去就回。三院到了那边少说话，别顶嘴。若是夫人问什么，你只管顺着。我知道。给父亲母亲请安。抬起头来，三院也长大了，出落得越发水灵了，倒有几分云姨娘年轻时的模样。今日叫你来，是有一桩喜事。青瑶突发急症，大夫说需静养3月，然而婚期已定，不可更改。我与你母亲思来想去，府中适龄的女儿唯有你一人，明日你来嫁。他们怎么敢？他们怎么能？安亲王是大楚的守护神，就因负伤身残，就因流言蜚语，连婚事也要被他们如此折辱。三院身份卑微，
恐配不上亲王之尊。这个你不必担心。今日起，你记在夫人名下，便是永昌侯府名正言顺的嫡长女。安亲王虽身体有恙，但亲王爵位尚在，府邸尊荣不减。你嫁过去就是正妃，将来若有子嗣，便是王府嫡储。3院，这是你的造化。是了，我其实比宋清瑶还大半岁，但这么多年来，所有人都叫我三姑娘。这嫡长女的尊荣，从前与我毫无干系，现在倒被他们钻了空子。去和芸娘道个别吧。从前我不曾亏待你们，往后也不会亏待她。望你去到亲王府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自己掂量着分寸。是，3院遵命。这命，本王不认。不认命又如何？冯老太傅在圣上面前哭了一场又一场。太医诊断宋清瑶确有急症，钦天监重新核庚，得出无冲无克，天作之合，无非是冲洗，对你的身子有好处就行。什么好处？是能让我重见光明，还是能让我站起来？连新娘都可以随意替换的婚事，母妃觉得能有几分诚意？儿臣只是瞎了、废了，不是脑子坏了，连这等折辱，父皇都能默许。说到底，不过是打发一个废人而已。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至少明面上你仍是亲王，这便是你的体面，也是我们母子和你外祖家的立足之本。你若执意抗旨，惹怒天颜，那才是真正的。不过是多一个陪葬而已。母妃放心，儿臣遵命就是了。早些歇息。他们分明是想用王爷一个人的认命换所有人的安心。王爷欲如何？当真要认吗？谁说要认？本王的命，本王自己说了算。他还是不肯放过我们，还是朝你的婚事下手了。娘，别为我难过，女儿愿意的。娘，此事当真？那年救你之人，当真是安亲王？所以不是命运捉弄，是心想事成。于我而言是这样。娘，您常教我知恩图报，安亲王救过我的命，如今他落了难，我若能陪在他身边，哪怕只是给他做顿饭熬碗药，也是应当的。可他现在，我知道他眼睛看不见，腿站不起来，脾气也变得不好，但我相信他那样的人，就算折了翼断了骨，心气也不会死绝。姨娘不求你大富大贵，只求你身暖心安。多谢姨娘。慢着，你出来做什么？今日嫡姐大喜，作为妹妹，女儿该来送送。既是拜别礼，总该有点像样的添妆才是。赏你了。欺负我可以，但欺负我女儿不行。大胆，失心疯了不成？嫡妹的天妆太重，我受不起。父亲母亲若嫌我上不了台面，成亲一事还是让嫡妹自己来吧。侯爷夫人，安亲王府迎亲来了。慌什么？来了便按规矩行事。来的不是花轿，侯爷还是亲自去看看吧。要被踩死了！快躲开！让奴才来伺候姑娘上马。着迷。追风别怕，我们认识，你忘了吗？你受伤的时候一定很疼吧？我知道你的主子更疼，以后我帮你好好照顾他，好不好？姑娘请上马。这世道越是活得卑微的人越善良，因为他们自己疼过。19，这份恩情我记下来。魏统领，可以走了吗？恭迎王妃回府。王爷，太子殿下来了，仪仗全套，随行16人，还有太医院的陈太医。这是怕本王发疯伤了他，还是怕今日冲洗不成，反死在拜堂时污了他储君的慧眼？王爷慎言呐！一个废人，有什么好慎言的？四弟，姑没来迟吧？太子殿下亲临，请恕臣弟这身残躯，无法起身施礼。你我兄弟何须客套？今日是你大婚，姑自然要来贺你。陈太医，你来给安亲王诊诊脉。
陈帝这身子，诊不诊都是废人一个，何必浪费太医院的珍贵药材？太子殿下今日来，若是想看陈帝如何狼狈成婚，如何与一个被推来顶缸的庶女拜堂，或者羞愤自尽，那您可能要失望。陈帝虽瞎了、废了，但这条命还舍不得轻易丢掉。四弟还是这般倔强，将人想得太坏。孤倒觉得今日的新娘是个有福气的，定能给四弟带来好运。不如你我兄弟打个赌。赌什么？若新娘来了，四弟便将虎符交出，好生养病，如何？若皇兄输了你，四弟欲如何？上登文鼓楼，击鼓九响，向朔风军3000亡魂谢罪。四弟这个赌约过了。朔风军为国捐躯，朝廷自有抚恤。至于谢罪，该谢罪的是北狄。所以皇兄不敢赌，皇兄是怕赢吧？怕赢了之后，接过那块染血的虎符时，会看见那3000双死不明的眼睛。怕午夜梦回时，那3000亡魂会变成厉鬼来索你的命。放肆！陛下息怒，真不要命了！王爷再这样，老臣只能以死谢罪，去和那3000亡灵作伴了。我也去。孤知你心中有怨，可四弟，你身在战场，眼中只有一场战役的输赢；孤身在朝堂，要权衡的却是整个大楚的国运民生。够了！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已经听够了，我只问皇兄一句，当真问心无愧。皇兄夜里真的睡得着吗？真的从未听见过雁门关外的哭声吗？今日是你大婚，何必说这些？你当然听不到，因为那些哭声都被你们用孤权大局的圣贤道理盖过去了。王爷，新娘到！让开，都让开！红缨，拿我的金针来，快！臣瞧着安亲王气血不畅，郁结难舒，恐食肉多。你敢咒安亲王？臣不敢，还不滚去一句！安亲王若有个闪失，你们都得去陪葬。臣遵命啊！倒也不必如此避之不及吧。王爷怎么样了？吕老他们还在抢救，天冷，王妃若不嫌弃，先随奴婢去偏院歇着吧。喜房在主院，但我现在去就是添乱。别说真有这个冲幸王妃，这满府的人能不能活都是一回事。可否带我去厨房？王妃请跟奴婢来。奴婢名叫听雪，能在这种时候稳住阵脚带路，此人等级绝不低。听雪姑娘，你可来了！奴婢见过王妃。都起来吧。也不知外面情况如何，这席面该如何做呀？按早前你的宾客名单，该做多少做多少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不会再有宾客了。王爷最厌恶铺张浪费，可这是他下的第一道命令。帮我取红枣、桂圆、莲子、糯米还有百合来。稳住了，王爷的病稳住了。谢帝，王妃是个有福气的，日后定能和王爷和和美美。我们给王爷送去吧。是，落花有意也看流水，这名分薄如窗纸，能不能留下，全看安亲王的态度。王妃熬了粥，给王爷送进去。吕老说了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王爷身体虚弱，万一吃出问题，谁负责？粥是我熬的，若有问题，我负责。这不是负责不负责的问题。正因王爷现在虚弱，更需温养之物，暖他的胃，安他的神。若你们怕我下毒，让他进去吧。王妃，请魏统领通融。王妃，请。这是红枣、桂圆、莲子、糯米，还有百合。你懂药膳？懂一些。王妃有心，但不知王爷吃不吃得下。王妃试试吧。曾经那样耀眼的少年战神，如今却像一柄被强行折断、弃于尘泥的名剑，锋芒尽碎，止于一身斑驳的绣衣与无声的屋檐。那样傲骨铮铮的式神，连昏迷时都在流泪。他到底在梦里经历了什么？太子哥哥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。
谁让你们擅作主张，浪费这么多粮食？看王爷醒后怎么责罚你们。是王妃的意思。王妃，那个永昌侯府推来顶缸的庶女，她也配做王府的主？怎么了？王妃想做王府的主，是不是早了些？是我考虑不周，只想着按规矩该备好喜宴。待王爷醒来看到这些，又该动气了。不如这样，把剩下的饭菜一起送给城外驻防的将士们，就说王爷大婚，请将士们沾沾喜气。这不合规矩。那敢问公公，按规矩，亲王大婚该有何等仪仗？该有多少宾客？该受多少朝贺？既无人来贺，那这喜气便送给该送的人，剩下的米面在府门外搭个粥棚，施给那些吃不起饭的穷苦百姓吧。王爷身虽残，心犹在，从没忘戍边将士之苦，更没忘黎民百姓之香。不管外面怎么传他贪功好胜，一个不贪功好胜的将士能打好仗吗？凭着他一次次的胜仗，大楚百姓的生活才越来越安稳。人怎么可以吃饱饭就嫌锅脏呢？这是要向全京城宣言，安亲王不该受此冷遇。一个小小庶女，竟有这等胆色和智慧，若传到宫里，不怕的。王爷是大楚功臣，是戍边战神。如今他病了，我们自家人给他积点福，难道还错了？若真有人怪罪下来，便说是我这心腹不懂规矩，一切罪责我担着。老奴这就去办。都起来，按王妃说的做，鸡鸭鱼肉装车，米面搬出去搭棚子。带我去洗漱收拾吧，不拜堂又如何？不破不立，只要王爷能醒来，我可以把所有礼数都打碎了咽下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宋三月能出风头？外头都在说他有胆色，说他配得上安亲王。那我呢？我成了什么？太生怕死的笑话！说话呀，哑巴了！闹够了吗？哥哥，我不甘心。嫁去王府守活寡，你就甘心了？让人看笑话，总胜过一生无望。再者，你又不是没机会赢回来。连哥哥也不懂我，我要怎么办嘛？你爬得比所有人高不就行了？大哥什么意思？你以为这次脱身很简单吗？拒婚是抗旨，贸然替嫁是欺君。爹娘为了你煞费苦心，可若不是我去求得太子出面，光外祖父去圣上面前哭几场，根本扭转不了局势。昨日天家突然点头默许替嫁，原来是太子。瑶儿，你听好，魏凤已经废了，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是永昌侯府的嫡女，是冯太师的外孙女，你还有大好的前程。太子妃之位尚还空着，你难道不想吗？这就对了。从今日起，收起你的脾气，学姨太读诗书，习长家，让所有人看到永昌侯府的嫡女端庄贤淑，堪为天下女子典范。等风头过去，那个位置会是你的。哥哥也变得满眼算计了。原来我的人生从头到尾只是盘棋上的落子。既然要爬，那我就爬到最高，高到所有人都要仰视我，方能填满我此生不甘。王妃，将军府沈姑娘想拜见您，已在院门口候着了。是隔壁将军府吗？是的，王妃。镇北将军府满门忠烈，沈将军与2个儿子战死雁门关，夫人病逝，听说老太君只剩下这唯一的小孙女，快请进来。你这个安王妃，倒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沈姑娘以为我该是什么呀？不说哭哭啼啼，也该是愁眉苦脸。毕竟外头都说嫁进亲王府跟跳火坑差不多。让沈姑娘失望了。失望什么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昨日在街上看见你骑追风了，真威风。我小时候就想骑追风，可那马认主不让我碰，没想到他竟然肯让你骑。你叫宋三院对不对？我叫沈朝露，朝露坠花的朝露，叫我朝露就行。我能不能叫你三院姐姐？我从小就想有个姐姐。好，太好了，我终于有姐姐了。真能领咒。王爷大婚，沾沾福气。谢王爷，王爷长命百岁，王爷长命百岁。今日我家王爷大婚，与将士们同喜。王爷他还好吗？兄弟们，安王爷给咱们送吃的来了。王爷大婚，请咱们沾沾喜庆。贺王爷大婚，朔风君永在。慢慢吃，别烫着。姐姐，你是仙女吗？不是，我是安亲王的妻子。我爷爷说安亲王是大英雄。对，他是大英雄，他不该独自承受所有的伤痛和背叛，哪怕人微言轻，我也要让这京城死死记住他的名字。王爷醒了，吕老，您快来看看。脉象不错，想来都是王妃的功劳。王爷，您昏迷期间，王妃都在。好大的胆子，都敢替本王做主了。昨日王爷滴水不进，
唯独王妃熬的粥喝了少许，今晨的药也是王妃亲自喂的。王爷息怒，王妃确实和我们想的不一样，世人并非全都没有心。属下瞧着，王妃就长着一颗玲珑善心。王妃做饭真好吃，长得也好看。瞧着是个有福气的。这才不到2天，本王的大本营就被一个女人连锅端了。把她给本王叫来。三院姐，你昨日真厉害，全京城都在议论你呢。那些原先说我魏风哥哥娶不到好媳妇儿的人，现在脸都打肿了。还有啊，你施粥的事儿干得太漂亮了。我爹常说，看一个人好不好，就看他怎么对最穷苦的人。这鸽子瞧着真肥，可再肥也逃不出我三院姐的手掌心。是庄子上今早送来的，吃五谷养足了100日的百日鸽，最是温补。好香啊，三院姐，这汤还要熬多久？还得半个时辰。哇！怎么样？好好喝呀！要是药都能做成这样，谁还怕生病啊？王爷醒了，要见王妃，正好王爷也该用膳了。公公稍等，我再炒点蔬菜。王妃别忙了，王爷现在食量比府上的猫还小，能喝下汤就不错了。莫怕，我陪你去。王爷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可好了，会带我去郊外骑马，会教我射箭。他还说，等我长大了，要挑个全京城最好的夫婿。他现在脾气是坏了些，但绝不像外面传的那样。我知道，我知道王爷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嫁给他，我心甘情愿。心甘情愿？一个厨娘生的庶女，嫁给我这个废人，图的不就是个王妃的名头？他怎么可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？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怎就落得这般下场？王爷，妾身给王爷请安。若王爷动手，我们只负责善后。跑啊！你快跑啊！妾身炖了些汤，王爷一个人喝不完，想斗胆请大家一起品尝，感谢诸位对王爷的悉心照顾，还望王爷准予。汤要趁热，凉了便不好喝了。闻着里面放了不少好药材吧？到了确实可惜，请王爷赐老臣1碗。老奴早就馋了，请王爷也赐老奴1碗吧。属下也要。属下最近身体有点弱，请王爷开恩。这可是百日乳鸽，死都死了，汤也炖了，可不能浪费。魏风哥哥，你说是不是？一个个好得很。看吧，王爷同意了，大家快喝快喝。好喝！此汤配伍甚合药理，乳鸽性平味咸，取其精血最旺之时，温补而不燥烈。再看这山药，久炖不散，益肺生津，茯苓薄如蝉翼，健脾宁心。火候把握极准，骨酥肉烂，文火慢煨。王妃深爱药食同源之理，暗合补而不滞，温而不燥之之，绝妙啊，绝妙！往后还请吕老多多指点。好说，好说。吵死了！可是为什么没有反胃？胃里的痉挛竟然平复了。这个女人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收买我身边所有人。魏风哥哥，你不尝一点吗？拿开！真的很好喝，你尝一口嘛，我保证就一小口。你要是不喝，我就去告诉祖母，我要嫁给你。胡闹！这样，只要你喝一口，我就乖乖完成父子布置的课业，我保证不偷懒。沈家就剩这么一根独苗了，我如今自身难保，只盼这丫头能为自己撑起一片天。说话算话，没有反胃，没有恶心。魏风哥哥，你喝完了，太好了！三院姐的汤是不是特别好喝？王妃留下，你们都出去吧。你别为难三院姐了，她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各位都去歇着吧，这里有我伺候就行。王爷要是敢欺负三院姐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本王若再听说你不好好完成课业，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果。这就是我仰望已久的月亮。过来。曾经高悬天际，如今却蒙尘坠落，落在了我触手可及的地方。哪怕靠近的代价是万劫不复，我也贪恋这咫尺的距离。
你在害怕什么？妾身不害怕。看够了。当真以为本王不敢杀你？2年前，宝华寺后山，王爷曾救过我的命。我知道，一个厨娘生的庶女上不得台面，嫁进来是对王爷的辱没，也让王爷成了笑话。对不起啊，王爷，这个身份不是我能选择的。我知道王爷现在不信我，觉得我别有用心，我只求王爷暂留我一命，至少让我把您的身子稍微养好一点，以报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，这世上最不可信的便是人心，谁会拿一生幸福来还？不过是形势所迫，演得逼真罢了。我娘说，日子就像熬粥，火急了会糊，火慢了不熟，得耐着性子，守着灶火一点点熬。妾身愿做王爷灶堂里那点不熄的火，不敢说能把日子熬得多甜，但至少让您夜里醒来还有口热汤在灶上温着，请王爷成全。我厌倦了这无尽的猜忌，厌倦了疼痛，更厌倦了黑暗。罢了，随你吧。妾身伺候王爷歇下吧。王爷，出什么事了？都滚出去！荒唐，太荒唐了！本王竟被一小小女子给轻薄了。不愧是我3月节，够勇猛！快别说了，不行了，那可是我魏风哥哥的初吻啊！怎么可能？王爷至今连个通房都没有，不信你问听雪。王爷向来洁身自好，贵妃娘娘派了人来，让王妃即刻进宫。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高公公那语气听着就不善，王妃还年轻，心思淳朴，怕是应付不来。施粥收买人心，利用驻防军造势，这叫淳朴。可老奴瞧着，王妃对王爷是真心。这世上最不值钱的就是真心。皇家最擅长吃人不吐骨头，正好磨磨他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性子。妾身要进宫一趟，请王爷要好好用饭，好好服药。王爷保重。微风哥哥，你不打算帮3月姐姐吗？宫里摆明了是要拿她做佛子。本王为何要帮她？她是你妻子。你爹教你识人，就只教会你看表面吗？是，我是笨，可我至少能看到她捧着一颗真心待你。你把所有真心都当成算计，你这双眼睛瞎了，难道心也瞎了吗？住口！本王府里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治罪。宋3月是我朋友，你不管，我管。真心，这世间只能有一个太阳，有些光芒终究会灼伤自己。将虎符取来，送去东宫，告诉太子，本王愿赌服输。若交出这虎符，王爷便等于认了那莫须有的罪名。去吧，迟早的事。只要虎符一日不交，王府一日不得安宁。若能借此换一个待我真心的王妃，或保全沈家那小祖宗，值得。虎符交出，这回太子该放心了，朝廷也该安心了。至于什么王妃不王妃的，一个瞎子，一个废人，娶谁都一样。这荒唐的人生，没劲透了啊！不知时务，不知好歹，朕给他体面，他倒好，闹一出战马娶亲。如今全京城都在看朕的笑话，看皇家的笑话。陛下息怒，凤儿她只是病中心情郁结，加之永昌侯府临时换人。所以他在不满什么？冯老太夫曾是朕的老师，他一把鼻涕一把泪来求朕，朕能怎么办？朕也为人父，若要朕的公主嫁给一个废人，朕也于心不忍。是啊，冯老太夫的眼泪你怜惜，永昌侯府的难处你怜惜，可你唯独不再怜惜那个为你守边关，如今在痛苦挣扎的儿子。是臣妾教子无方，凤儿如今这般，亦是他的命数，还求陛下看在往日情分上，对他稍存怜悯。朕给他的怜悯还不够多吗？亲王爵位保留，府邸未收，月例照发，难道要朕亲自去伺候他那副好不了的身子骨吗？又是施粥，又是笼络驻防军，他想干什么？打谁的脸？他这是在告诉全天下，朕亏待了他这个功臣。平心而论，朕真的亏待他了吗？若按军律，他罪该万死。陨落一个儿子，朕难道不心痛吗？可谁让那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贪功好胜，打破了不该打破的平衡。身为天子，必须为这万里河山的安稳考虑。那场仗一旦查下去，牵扯出的将是动摇国本的储位之争。陛下难道不知，大婚当日，凤儿被太子刺激得昏迷不醒，是心腹擅作主张？还敢狡辩！
若没他的示意，一个心腹怎敢？臣妾倒真希望我儿还能有这些心思。陛下娘娘，安王妃宋氏已在殿外候见。臣妾猜到陛下要来兴师问罪，便将人叫了来，由陛下亲自审问。风儿如今这般，可再背不下别的黑锅了。人是永昌侯府执意塞给风儿的，若宋家女承认是他擅自做主，陛下又当如何？若当真如此，朕便将宋家女交给宗人府发落。若是你的好儿子，贼心不死呢？贼心？他何曾有过贼心？若真如此，臣妾愿随他一起下地狱。四弟这是？回殿下，王爷说他愿赌服输。原来如此，以为自己还是那个无所不能的救世主，竟为了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妥协。四弟啊四弟，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妇人之仁。虎符一交，朔风君将彻底成为历史。回去告诉四弟，孤与他永远是手足，让他好好养病，莫要再胡思乱想了。听闻安王妃被召进宫了？是，贵妃娘娘急召。大婚那日的事风波不小，父皇是有些意见。安王妃年纪小，初次进宫怕是会受惊吓。孤正好有事禀报父皇，便顺道去看看吧。总不能让四弟的心腹刚进门就受了委屈。殿下仁厚。我要见贵妃娘娘，我有急事。那是何人？回殿下，是已故镇北将军沈巍的独女沈昭露，自幼与安亲王亲厚。去告诉他安亲等着便是，安王妃不会有事。这样一个为了江山豁出性命的人，他的君父竟用贼心不死这样诛心的词汇来定义他。今日无论我说什么，都可能成为刺向他的刀，哪怕代价是我自己，我也绝不能成为这个契机。臣父宋三院拜见陛下，拜见贵妃娘娘。抬起头来，模样倒还周正，只是这胆子未免太大了些。安亲王府的事，何时轮到你一个心腹做主了？若这宋家女当真是宋家递来的刀，我这个做亲娘的倒成帮凶了。罢了，大不了我陪风儿一起死，你也逃不掉。陛下明鉴，臣父并非胆大，实是无奈之举。无奈？王爷大婚，席面按内务府拟的名单准备，然府中宾客寥寥，宴席食材若放置不用，恐遭见天物，有违陛下崇尚节俭之德。王爷昏迷不醒，府上无人敢做主，臣父斗胆将食材分与贫苦百姓及住房将士，一来不敢浪费天家恩赏，二来能为王爷积福。臣父愚钝，不知此举是祸，请陛下责罚。你是说，你一个新入府的王妃，能调动王府上下做下这般动静，而安亲王一无所知？当真以为朕好糊弄？替嫁已是对风儿的折辱，竟还敢往风儿身上引火！安王妃，想好了再说。听闻你是厨娘所生，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：灶台能不能守得住，得看掌勺的人站不站得稳。这便是一个母亲的本能吗？启禀陛下，娘娘，大婚日，王爷昏迷不醒，连药都喂不进去。陛下若不信，可传太医署吕老询问。王爷如今连进食都难，怎还有心思做别的？陛下，风儿他也是您的儿子。继续说。至于臣父为何能调动王府上下，一来为王爷祈福，人人甘愿；二来臣父就是个无足轻重的替嫁，一切皆是臣父一人所为，臣父甘愿领罚。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，竟有这般胆色，朕罚下去，天下人岂不说朕欺负一个冲喜的孤女？既如此，那便请陛下发落。太子殿下有急事求见陛下。传！儿臣参见父皇，参见贵妃娘娘。这是安王妃吧？怎今日就进宫来了？太子怎么来了？回父皇，儿臣是来忏悔的。四弟大婚，儿臣前去祝贺，竟与四弟起了言语之争，儿臣夜思难眠，愧疚不安。坊间感念四弟心系贫苦，皆赞父皇仁德教化。四弟重伤苦闷，儿臣未能体恤。京中流民增多，儿臣未察觉。身为储君，身为兄长，儿臣做得不够，请父皇给儿臣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太子越来越会做戏了，但能把戏做得这么漂亮，顺手牵羊把民心捞到自己手里，这份化弊为利的手腕，正是储君所需要的。继续说。当务之急是安置流民，儿臣恳请父皇广开京中义仓，施粥放粮，
既解百姓疾苦，也是为四帝积福，更彰显天家仁德，也可正一正朝廷见风使舵的不良习气。安王妃一片赤诚，反倒提醒了朝廷，提醒了儿臣。依儿臣看，安王妃不但无过，反而有功，该赏。安置流民一事，由你全权督办。儿臣领旨。安王妃也请起吧，往后在王府还需谨言慎行，好好照料四弟。好一出父慈子孝，我的风儿又一次被你当作垫脚石，成就了太子的贤明，成全了皇帝的仁政。这世道黑白颠倒，天理何在？赏赐安王妃一事，贵妃看着办吧。望贵妃也收收自己冲动鲁莽的性子，不为老四考虑，也得为厉家后代考虑考虑吧。起驾！看见了吧，连安亲王都只是块垫脚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回去以后夹起尾巴，老老实实守着风儿。他能多活一日，你便多活一日。臣妇在侯府后院活了20年，那里也有四方天，也有数不清的规矩和劝诫。他们说要温顺才能得一口饭吃，要认命才能活得长久。可臣妇发现，越是温顺，鞭子落得越狠；越是认命，脚下的泥就陷得越深。灶台边偷吃的野狗，若只知道躲，迟早被一棍打死。只有敢在厨子眼皮底下抢一口肉，还敢呲牙的，反倒能活下来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过日子就像炖一锅汤，火太小，食材炖不烂，最后只能倒掉；火太旺，又会烧干锅底。可若火候恰到好处，该闻时闻，该捂时捂，再硬的骨头也能熬出髓，化进汤里。王爷如今就是那锅烧干了水，差点被倒掉的汤。可只要灶火还在，只要掌勺的人还没放弃往锅里添水调火，慢慢煨着，谁说不能重新熬出一锅好汤？你确实是胆大，若连这点胆子和热气都没，那臣妇和王爷就真的只能等着被倒掉了。你希望本宫怎么做？娘娘只需好好保重，娘在，拴住儿的那根线就还在，便不会任凭风雨将自己吹得支离破碎。三院姐，你可算是出来了。今日窥见的是权力的獠牙，是亲情的伪装，是天家无尽的算计与荒凉。往后我躲不开，也逃不掉。可那又如何？我守我的真心，像守灭的火光，火光不熄，便能把寒霜熬成暖粥。回家，姐姐给你压压惊。我都快吓死了。咱们煮一锅定津安破汤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汤？定津安破汤，也叫琥珀核桃甜汤，用老冰糖慢慢熬，熬到糖色变成琥珀金，热热的喝下去，从喉咙暖到胃里，保管什么惊啊怕呀，都给压得稳稳当当。那我要喝2碗。好，给你煮2碗。公公怎在此？老奴想有些事，王妃该知晓一二，请王妃上马车，容老奴慢慢道来。有劳公公。当今圣上第4子，幼时调皮捣蛋，读书写字都一般，舞刀弄枪倒是样样行。13岁上战场，16岁凭军功封王，同时接管北境军。北境军中又属朔风军最为出色，原是老镇北将军的亲卫营，骁勇善战，闻名天下，为大楚安稳立下无数汗马功劳。祖父，老镇北将军牺牲在与北狄的征战中，此后安亲王接手朔风军，扩成一支3000人的守城军，守的是北境最为重要的雁门关，亦是老镇北将军最后坚守的阵地。年初北狄王庭内乱，新任大单于弑父夺位，为立威，大单于亲率8万铁骑，欲破雁门关，直取大楚中原。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大战，胜可重定北疆，拓土安民，甚至永绝北境之患；败则雁门关失守，北境门户大开，身后千里沃野数十万百姓将陷于战火。在王爷这个主将看来，北狄内乱不稳，气势虽猛，却难以坚持，不足为惧。一战到底，彻底将北狄赶出关外，以绝后患。后来呢？再然后就成这样了。援军没有到，朝廷却说早已下旨休战议和。王爷负伤回京，一直在鬼门关徘徊。再醒来时，朝廷给的定论说是安王爷贪功恋战，违命出击，致北境大军溃败的消息已经传遍大楚。而太子力挽狂澜，亲赴北境谈和修好，一纸盟约，换来边境10年太平。也就是说，本可不用死那么多人，尤其是朔风军，若不出城迎战，本不该死。坊间也有传言，雁门关一战不过是针对安亲王的陷阱。功高震主，难得善终，自古如此。起初朝中也有人提出争议，可渐渐的争议声越来越弱。
若不是王爷大婚闹得满城皆知，世人恐怕早就将曾经的大楚守护神给忘了。雁门关一战，还有人在意吗？原来如此，碾碎安亲王的，从来不是身上的伤，是他捧出一颗赤诚的国士之心，却被他的君、他的父、他的兄亲手掷在地上，踏成齑粉。他守护的江山，最后判他有罪。那些忠勇牺牲的将士，成了愚忠，成了不能提的忌讳。朔风君是我爹带出来的兵，死得这般不耻，分明是太子。姑娘慎言。老奴今日多嘴，只盼二位明白，王爷如今仍是在刀尖上躺着，身上的伤总有法子医，可心若是碎透了，拿什么补？这才是当下最该想的，也是祥庆公公对我寄予的厚望。出事了！王爷，王爷如何了？王妃做了什么，自己清楚。赌约是王爷和太子定的，王爷愿赌服输，关王妃什么事？朝露先回去好不好？免得老太君担心。你答应王爷要好好做功课的，等他醒来问起怎么办？若我好好做功课，还能来蹭饭吗？我爹给我起名时说，生亦淡然，如朝露坠花；死亦安然，似木霞归岭。生如轻舟，死似靠岸，岸外仍有大江宽，没什么好怕的。这么香的汤，阎王闻见了，怕是都要从地府爬出来讨一碗。王爷要是能尝上一口，说不定就舍不得走了。是啊，若他不愿醒，那我就把地府的门给他砸开。禀娘娘，是王妃，好似要在院子里搭灶台。没用的东西，只会做些无用之事。左右都是风儿的陪葬，就让他再蹦跶几日吧。这是北境的味道。你进来吧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敢问先生，何为大义？姑娘以为呢？若是往常，我定说是保家卫国，战死沙场。可这半年来，安亲王那般英雄竟被逼至绝境，三院姐姐那般赤诚却不被理解。何为情？何为义？何为真？何为虚？学生愚钝，请先生指教。古人云：君子守其志，不为外物疑。这志可大可小，大则安邦定国，小则不负一粥一饭之福，不惜一灯一火之望。人间烟火里也藏着大义。请先生说的直白些。好好吃饭，珍惜粮食，这是敬天惜物的大义。好好爱惜身体，待风雨来时有余力庇护所爱之人，这是护己及人的大义。这人间最坚实的道义，往往不写在经卷的废页，而在于每日升起的炊烟里，藏在每顿安稳的饭食中，系于每个平凡人努力活下去的执念上。做好自己能做的事，就是大义。正是。那为何有些人明明做了该做的，却成了罪过？为何有些人就该牺牲？该与不该，又是谁在定义？我想你是把公道与道义弄混淆了。公道是世间的裁决，是权力的界定，此乃人力所定，有私心，有权衡，故而常有冤屈；而道义是发乎本心的抉择，是明知代价仍选择持守的那条底线，是即便前方是刀山火海，即便史册注定不会留下你的名字，你仍会去做，因为那是你的心告诉你的应该。譬如你的父亲，他坚守的或许并非军令，而是他身后万千百姓平安归家的朴素愿望。隔壁那位亦是如此。英雄所持之大义，并非庙堂朱笔写就的功过，亦非史书工整裁定的中间。那在何处？在于不负二字，不负手中兵器所托，护卫身后百姓温饱安宁，不负同袍性命相继，即便身陷囹圄魂归九泉，亦不忘其名，不堕其志，更不负自己心中那点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赤诚与热血。至于身后名千秋论，那是公道的范畴。爹爹最后一次出征前，会说给我带北京最甜的蜜瓜，那承诺最终成了空。若公道不公，若被道义所缚，又当如何？难道只能认命吗？小姐醒了，王爷醒了！我其实好怕
怕魏峰哥哥也像阿爹阿兄一样再也回不来了。王爷胃空久了，需温和之物滋养，过补则治，扩热则燥。这雪诺育人温养粥，不治病，但养人。打算做什么？以往风儿每次回京，本宫都会亲自给她煮甜汤。本宫打小十指不沾阳春水，这一生也就学会了这么一道甜汤。王爷想起娘娘时，心里想必都是甜的。甜，我再也煮不出那样的甜汤了。当我的希望碎在雁门关外，我惊恐地发现我的藤里混进了怨恨。我甚至卑劣地想过，若他不那么贪功，是否就不会惹来大祸？若他就死在雁南关，是否还能载入史册？风儿这次能醒来，多亏了你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？阿娘说过，人心单给甜头会腻，单给苦头会跑。我若剖白心计，只会惹他生厌。不如实话实说，妾身不敢言赏，只有2个不情之请。你说说看。其一，恳请娘娘明示府中上下，认了妾身这王妃的名分。妾身不求别的，只求能在王爷身边近身照料。这是其一，其二呢？其二，妾身身为人女，唯愿母亲能自由顺心，做一回她自己。大楚律法，妾身不能主动脱离夫家，除非我能为她求来一个超越夫家管辖的视命如人虚衔。既要名分，也要恩典，不遮不掩。若非阴差阳错替嫁，这厨娘母女一辈子休想出头。福祸2字，当真难以言说。近身伺候王爷本就是你的分内事，本宫会吩咐下去。王府上下以你为尊，至于你生母那边，本宫再允你，但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。谢娘娘恩典。先别急着谢，本宫给你名分，予你恩典，是望你谨记本分。王府如今仍是风口浪尖，一步行差踏错，便是万丈深渊。妾身明白。起来吧，这是本宫母亲留下的，如今给你了。娘娘，这太贵重，还叫娘娘？母妃，本宫不求让风儿重振雄风，甚至不求她完全康复，先活着，其他的活着就够了。没有奢靡，没有忠于，透过这些，我似乎离心中的月亮更近了。世人都错了，安亲王错就错在本该有野心，却只有一颗赤子之心。我出身低微，学识眼界皆有限，贸然接手，恐生错乱。王府诸事，一切暂且照旧。诺。王爷救我，养我，给了我活路。他若死了，我就去把那些冤枉他的人一个个全宰了。王爷，您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您可知，就在您昏睡这几日，太子开仓放粮，安置流民，满京城都在传太子仁德。谁还记得您？谁还记得朔风君？何人？是妾身，奉娘娘之命搬来主院，以便日夜照料王爷。出去！妾身既为王妃，理当尽责。滚！你们先下去吧，我想单独和王爷说说话。怎么，贵妃许了你主院之权，你便真以为自己是这王府的主人了？妾身不敢，妾身只是想活。在侯府，妾身是厨娘生的庶女，活得战战兢兢。临到时辰被告知替嫁，嫁衣都来不及改。但妾身是愿意的，比起让人随意处置的命运，妾身更希望有主动争取的余地。贵妃说王爷活一日，妾身便活一日。妾身想活，便盼着王爷能长命百岁，请王爷成全。生而为人，谁不为一个活字？我恨着世道不公，却无法去迁怒一个同样被命运摆布、拼命挣扎想讨口饭吃的弱者。想我死的人比想我活的人多得多，你盼我长命百岁？我多活一日，你便多担一日风险。那些想让我死的人，若觉得你碍事，会毫不留情地碾死你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。这样的活着，你也想要？妾身出身微贱，比谁都知道命如草芥。可正因如此，妾身才更想好好活着。草叶尚且要争一缕阳光，一滴雨水，妾身是人，为什么不能争一争？风起于清平之末，浪成于微澜之间。山高自有客行路，水深亦有渡船人。妾身不敢求王爷庇护，只求王爷给自己，也给妾身留一口喘息的气。好一张利嘴！妾身进过侯府私塾，虽是伺候嫡女笔墨为主，但也因此得福，识得几个字，读得几本书。所以敢来本王跟前卖弄？妾身不敢。妾身明白，这世间万事是福是祸，有时全凭自己一念间。正如妾身这庶女的身份是桎梏，却也让我早早看人情冷暖，学会在夹缝里寻生机。正如王爷如今伤病困身是劫难，可焉知大胆！你在教本王做人！王爷觉得是那些人想让您死，可妾身看到的是您自己也在求死。您不喝药不吃饭，把所有人都推开，是在用他们的刀捅自己的心。可王爷，您若死了，朔风君3000阴魂，谁来替他们证明？那些盼着您、念着您的旧部，谁来给他们一个指望？大胆，放肆！王爷口渴了是吧？
来人！要喝水是吧？滚！王爷饿了，妾身去给王爷做吃的。王爷当真用了药和参汤？用是用了，可王爷他很生气。好，生气好啊！能生气，能发火，说明心里那口气还没散。那便劳烦公公亲自去一趟将军府吧。这茯苓山药膏是王妃亲手所制，王妃还说人与人的心意是相通的，不在表象，而在彼此安好。为何非得这样？我又不怕被连累。眼下这节骨眼儿，安亲王府是口烧红的油锅，谁挨近，谁就可能被溅一身滚油。可为何哥不是罪人，朔风君也不是？我们知道又如何？朝廷定的罪就是铁案。这位王妃倒是个有心的，知道你最近练字辛苦，脾胃易滞。人呀，只要肯用心，就没有成不了的事儿。朝露啊，真心待一个人，不是非要日日守在眼前，有时候远远的站定了，别添乱，别成为对方的软肋，才是最大的情分。那我就什么都不能做吗？当然不是，能做的可多了，比如好好活着，好好读书，好好擦亮眼睛，择一良婿。听闻安亲王昏迷多日，御医署都说药石罔效，竟被令妹用一碗汤给唤醒了。你这位庶妹竟这么有本事！回殿下，舍妹粗陋，不过是些上不得台面的灶台手艺，碰巧了而已。暗马迎亲，引发舆论，惹怒天颜，都能迎难而解，甚至还能在王府立足，这运气未免太好了些。看来永昌侯府倒是藏了颗明珠。殿下明鉴，舍妹自幼养在深院，性子怯懦，不过是占了无知者无畏的便宜。说到底，内宅之事终究是妇人间的战场。安亲王府如今门可罗雀，王妃纵有些小聪明，也不过是困兽之斗，翻不起大浪。倒是殿下深细设计，日理万机。东宫虽人才济济，可内院终究缺一位能相助殿下安定后方的贤内助。有些事殿下不便做，有人却可在内卫之间为殿下分忧。你呀你，也学那些老东西，成天盯着本宫的太子妃之位。臣知殿下与先太子妃青梅竹马，伉俪情深，可一人已逝，殿下该往前看了。臣愿举家为殿下分忧。宋清有没有想过，你嫡妹毕竟曾与本宫四弟议过亲，当初赐婚满城皆知，前不久拒亲替嫁，更是闹得沸沸扬扬。本宫若此时抬举她，让世人如何看本宫，如何看宋家？殿下明鉴，青瑶年少时虽有波折，然真敬守礼，心性纯良。至于太子妃之位，臣与家父从不敢妄求。只殿下有所不知，如今的安亲王妃在闺中时为青瑶马首是瞻，若青瑶能得幸侍奉殿下左右，必能尽一份心力，内危安宁，殿下方能无后顾之忧。爱卿与侯府一片赤诚，本宫岂能不知？只是这风口浪尖，若硬将令妹推上太子妃之位，于她于东宫都非上策。容本宫想想，如何才能不委屈令妹？有些事急不得，与其顶风冒雪去争那最高的枝头，不如等尘埃落定，风平浪静，摘取最后的果实。殿下深谋远虑，臣必当谨遵殿下教诲，令舍妹静心修德，以待来日。救命！药熬完了，也就是说，我要去面对那个活阎王了。怎么熬过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头一晚啊？今夜我守着，你们都去歇着吧。明日还有明日的事，都别熬着了。终于只有我和我的月亮了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可看月亮的人和月亮本身都碎了。不对，王爷，不对，咱们都不对。有活人的呼吸，为什么不出声？刺客，你是谁？王爷，王妃，他刚不小心碰了，还差点捏碎我脖子。定睛汤，他需要定睛汤，我也需要烧把火，把这见鬼的情绪烧干净。脉象沉弦紧涩，如钝刀刮骨。等等，这死水般的脉下，怎么藏着一丝躁动的华术之象？如深潭流火，久旷之躯，心脉枯槁。眼下这点躁动，分明是被刺激活了。年轻真好啊！天地有道，阴阳相生，孤阳不长，独阴不生。王爷心脉枯竭，或因孤绝太久，若能得温润之气长相滋养，心神安定，气血自和，胜服良药。老臣告退。老东西，不要太荒谬！我一个废人，凭什么将无辜之人拖进这滩泥沼？王爷到底是想留还是不想留？你出去！留的话，属下手起刀落，2个呼吸的事，
何劳您亲自动手？即日起，你听魏妻调遣，不得擅动。哦，所以到底杀不杀？本王何曾滥杀无辜过？留着吧。不杀就等于喜欢，就说明我能继续吃王妃做的饭了。是谁？是妾身。本王说了想静静，出去！我差点就杀了你，还敢来？王爷看到的是失控，是危险，可妾身看到的是人最伟大的求生欲。放肆！一个人的身体是最诚实的，他不会说谎。王爷只是暂时被疾病困住了，就像妾身困在侯府时，为了活下去，要学会在嫡母面前低头，在厨房烟火里藏起心思。失控的不是王爷，是这病和伤。您的身体仍在辨认敌我，这难道不是最了不起的本能吗？从来没有人这样解读过我的暴虐和失控，他们只说我疯了、废了，成了魔鬼。这世间真有这么傻的人？歪理。是，妾身见识浅薄，只会说些歪理。王爷就当听个趣儿，先把粥喝了吧。拿走，本王不想吃。这粥用的是今年新收的江南精米，泡了一夜，粒粒都吸饱了水。火不能急，得用文火，慢慢的一圈一圈的搅，把米油都熬出来。等米粒开了花，粥汤稠的能挂勺了，再撒一把剁得极细的鸡蓉进去。鸡蓉的取鸡胸脯上最嫩的那一条肉，用刀背细细捶成蓉，半点筋膜都没有。最后滴2滴花生油，撒一撮新备的白芝麻。本王让你滚出去！这粥最是温补脾胃，王爷久未进食，不宜骤然大补。王爷可以砸了这碗，砸了，妾身便再去煮。你府上已经有一个红英那样的缺心眼儿，再来1根筋，还不如让我直接死。妾身想活，想王爷活。王爷尝尝看，若真的不喜欢，妾身再去做别的，总有一个样能合王爷的意。本王和红英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？妾身卑劣，仗的就是王爷有一颗宽仁之心。你再这么胆大话多，本王随时可以杀你。那王爷更要好好吃东西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沈姑娘，我在想盐铁之事。那请姑娘说说，桑弘羊主张盐铁官营，其利弊何在？是红烧肉和葱油饼。今日读魏将军骠骑列传，要大声读。既然不想给自己听，那便读给想听的人听。学生知道错了，大声读的话，要是被魏峰哥哥听见，把他气吐血了怎么办？姑娘若不想读，在下便去向老太君请辞。别，读就读。大将军卫青，平阳人也。信来是淬了蜜的钩子，我竟被一碗粥几句话又让那钩子探进了喉咙，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吗？暂留他一命可以，但绝不能再让他靠近，再敢放肆，杀了便是。反正最后都是要死的。元朔元年春，卫青为车骑将军，出样。史记魏将军骠骑列传，13岁，沈老将军让我读的第1卷书。青豸楼，如今是哪位夫子在教？回王爷，是谢家最小的儿子谢清燕。前太子妃胞弟谢清燕，满门炫赫，功高震主。从前以为是天命，如今我坐在这轮椅上才看清，在那对父子眼里，我们都只棋盘上随时可以舍弃的棋子。谢家是，我也是，我醒悟的太晚了。王爷，无妨。菊香回甘。王爷脾胃虚寒，可左温姜茶同享，既护胃又添风味。可恶！我竟然在他的投喂下彻底卸下了防备。滚！都出去！滚出去！先生，我读完了。有何感想？他从不结党，不养门客，赏赐全分给将士。他就像某个人。读书要读没写出来的血与泪。为将者，最难的战争往往不在战场上。这世道不该如此。世道或许常令人失望，但人心里的那把尺不能丢。看清局势，是为了让你认定的对能走得更远，护住更多该护的人。所以不是不做对的事，而是要保全自己，用更聪明的方式去做，对吗？先生笑起来可真好看。不对，不笑时也好看的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下学。小姐，你看，晚些我自会来取。
我就说是红烧肉和葱油饼吧，这书可读得太值了。听说安亲王又熬过来了，四弟吉人天相，实乃父皇洪福庇佑。朕看是他命硬，他得活着呀。只要他活着，北狄就不敢撕毁盟约。但人毕竟废了，我以为半年前那一战，他该懂得收敛锋芒，懂得适可而止。断臂求生不可怕，但得忍得了痛，还得有重新长出来的本事。儿臣谨记父皇教诲。起来吧，身为储君，眼光不能只困在朝堂。守江山得有人肯为你卖命，肯把后背交给你。上月北营教场，你钦点的那指挥使，连冲锋阵都摆不利索。军心这东西，你自己好好掂量。儿臣有意请，儿臣想娶沈巍之女沈昭露为继太子妃。沈昭露性子如何？将门虎女，虽有时任性，但心地纯善。在这皇宫里纯善，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若朕准了，你打算如何待她？儿臣必以太子妃之礼相待，敬之重之，绝不让功臣之后受半分委屈。太子越来越像朕了，像父皇踩着兄弟尸骨登基，逼死生母，赐死宠妃，我终于也活成了这般恶鬼的模样。太子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要，退回去！站住！太子赏赐，岂能退回？无妨，天塌下来还有祖母顶着。我们小鹿儿长大了，该把婚事定下来了。我与你岭南外祖家通过信了，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，商贾未低，但胜在衣食无忧，远离是非。祖母也陪我去吗？祖母得留下来守家，家在根就在，远点好啊，离京城远远的，小鹿儿才能开开心心的生活。全凭祖母定夺。哦，我讲课就这么无趣吗？不，先生讲的极好，是我听不进去而已。先生见识多，可曾见过天下有不嫁的女子？不如这样，你想学什么，挑一样我一并教你。骑马射箭可以吗？可祖母不让学。那我们就偷着学。真的吗？学院还有些事，今日就这样，下学。先生看着瘦弱，身体还蛮结实的。还有，它好香呀，不是香料，是那种能使人神魂颠倒的香。都怪你们母女俩，我的人生毁了，全毁了！战马迎亲，送三正死不了，大婚施粥还弄得满城皆知。现在全京城都知道是我们侯府强塞了他去替嫁。太子哥哥为了权衡舆论，不要我了，他不娶我了。我的愿儿还活着。不仅活着，还把这吃人的侯府搅得天翻地覆。你来人，去安亲王府找宋三院，告诉他云姨娘突发急症，口吐鲜血，怕是撑不过今晚了。禀王爷王妃，永昌侯府来人说云姨娘突发急症，呕血不止，恐熬不过今晚了。请王爷恩准妾身回侯府探望。王爷，人命关天，王爷三思。去吧。谢王爷。红英，你跟去。若我走后王爷死了，我就杀了你全家。你们也陪王妃去一趟。好的，公公。嫡姐回来了，可惜啊，云姨娘方才又吐了血，这会儿刚睡下，不宜打扰。妹妹想如何？听闻姐姐在王府门口施粥祈福，感动了满京城。既如此有心，不如就在这里跪上一个时辰，为你那病重的亲娘也好好祈祈福。宋姑娘敢如此为难亲王正妃，好大的胆子！王妃为生母祈福，孝道大过天。怎么，安亲王府的规矩，连女儿的孝心都要拦？心诚则灵，不是吗？安亲王妃，王妃，宋清邀姑赏雪，原是想让姑看这个，扰了殿下雅兴，臣罪该万死，还请殿下责罚。想来宋清已经知道了。圣上年过50，仍能开30宫，天家不老，东宫便犹如悬崖走钢丝。殿下最大的短板在北境军中，娶沈家姑女是唯一能补上这块短板的体面法子。此时绝不能去争正妃之位。沈家满门忠烈，殿下仁厚，想给沈姑娘一个倚仗，此举可得军心，可缓朝议，更可安沈将军旧部之念，一举几得，殿下英明。只是沈姑娘年纪尚小，性子直率，若身边无人引导，只怕易受人影响，反辜负了殿下的一番苦心。
安亲王府与将军府仅一墙之隔，据说姑娘又与安王妃一见如故。臣以为殿下身边须有一位能与太子妃投缘、时时引导之人。舍妹轻瑶，愿为殿下分忧。令妹确实才能非凡，有勇有谋，连亲王妃都敢压一头，不如就允她良娣之位，如何？臣待舍妹，谢殿下恩典。起来吧，差不多得了。真惹恼了我那四弟，侯府可担待不起。安亲王妃一身傲骨，倒是像极了老四，可那又如何？骨头再硬，只要力道足够，依然可以敲碎。才一盏茶的功夫，真是便宜了他。良娣罢了，来日方长。嫡姐孝心感动天地，云姨娘已经行转，快进去吧。娘，瘦了，在王府过得不好吗？娘，我挺好的，王爷待女儿很好，倒是娘你是旧疾又犯了吗？娘您再等等，女儿定会让您过上好日子。好，娘等着。今日娘给你做道菜，三月你看，这是最嫩的水豆腐，一碰就碎。再软的东西，只要心里有数，手下有准，也能切出个样子来。今天这道菜叫心若游丝豆腐羹。豆腐下锅最忌乱搅，你得顺着它的性子来。它软你就轻，它嫩你就慢。娘明明有着这样惊艳的绝技，却在这方寸厨房里被消磨了半生。娘，真好吃。这豆腐羹瞧着素净，可该有的滋味一样不少。过日子就像做菜，总有办法的。为人母亲，我连一块豆腐都不如，除了说这些没用的话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但若是连命都豁出去，女儿铭记在心。娘别担心，只管顾着自己的身体，等着女儿。好好好，娘等着。这是你外祖父毕生心血，现在你比娘更需要他，拿去吧。月儿有他的路要走，我也该做些早就想做的事了，哪怕是死，也要为你铺平这最后一步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回王爷，是王妃回来了，瞧着像是出了事。王妃怕惊扰王爷，说是今晚就在七雾阁住下了。把听雪和红英叫来。所以病危是假，大晚上的把人叫去，只为罚跪。大概是吧。你们就看着。奴婢拦了，但王妃坚持要为生母祈福。这些话你自己信吗？奴婢知错，老爷恕罪。既知有罪，便领罚吧。听雪降为低等丫鬟，去院中雪地里跪着，跪到想清楚为止。红衣护主不利，发月荤腥，只许是杂粮粗饭。王爷，这寒冬腊月的，跪在雪地里，怕是冻死了。本王给他们买棺材，连主子都护不住，留着何用？王爷这是亲口认下王妃了。是王爷，属下知错，可为何不让吃肉？丢根骨头给狗，尚且知道摇尾认主。你吃了他那么顿好饭好菜，却只长肉不长心。有何颜面再吃？如果换作是王爷被这么欺负，我早就拔刀把对方砍成肉泥了。而面对王妃，我却只在旁观。望，属下甘愿领罚。魏七，属下在。天亮后，你带本王去办件事。王妃再忍忍，这伤怕是得养上好些日子了。春杏也是个蠢的。王爷罚他们在院中雪地里跪着，说是护主不利。王爷可以厌弃自己，但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踩两脚的。以为伤残便可欺主，那便是拿自己的命试刀。王爷是在维护我，他竟会维护我。这是王爷让老奴送来的玉居生骨膏，太医院秘制，化瘀生机，最是有效。王爷说了，让王妃仔细养着，别落了病根。他连我的伤都注意到了。王爷睡下了吗？烦请公公让我去主院。红英向王妃保证，下次不会了。侯府给你喂哑药了？没有。大半夜的还过来什么？难不成还指望着本王伺候你不成？有话便说，无话就滚去睡觉。妾身不敢，妾身是来谢王爷的，谢王爷的药，也谢王爷的维护。这是妾身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被人维护，原来可以这样的踏实。王爷给的这份底气，让妾身觉得往后在这世间走路都能踩得更实一些了。一点要两句话就让你踩得实了。宋三月，你骨头未免也太轻了些。本王还以为你会替他们求情，毕竟你看起来总是心软。妾身不会求情，若今日轻纵，明日他们便敢做得更过分。到时伤的不只是妾身，更是王府的规矩，
是王爷的颜面，甚至是安危。做了选择，便承担后果。还算清醒，至少没蠢到以为仁慈能换来忠诚。但光有清醒不够，你既顶着安亲王妃的名头，就该明白，若连这名分赋予你的底气都不能将你的骨头撑起来，让你在受期时挺直腰杆，那你以后就别再说什么想好好活着之类的废话。在这上京城里，软骨头是活不久的。王爷，妾身记住了。从今日起，妾身会记住自己是谁，记住这身骨头是王爷给的，妾身绝不再让他弯了。快天亮了，王爷歇会儿吧。本王不想睡，无需你管。那王爷陪妾身睡吧，挨着王爷，妾身睡得踏实，睡得好，骨头才能长得好。我到底为什么要跟他说那些废话？奉王爷令，接王妃嫁妆回府。替嫁就算了，连嫁妆都没给，永昌侯府这也太不要脸了！老爷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安亲王是疯了吗？现在知道丢人了。若不是你扣下嫁妆，会有今日，你就不该纵着青瑶做下昨夜那荒唐事，又把安亲王惹恼了。侯爷，王爷说了，今日若见报嫁妆，属下便带着兄弟们在府门口扎营，何时清点完毕，何时撤。对了，王爷还让属下带句话。侯府若实在困难，拿不出嫁妆也无妨，只需在门口贴张告示，写明永昌侯府嫁女无嫁妆可赔，王爷便不追究了。开中门！侯爷，此事怕是误会。三院的嫁妆早已备齐，只是那日王爷战马迎亲没法装车，侯府便以为王府不稀罕。王爷再不稀罕，那也是王妃的嫁妆，怎敢不要？王妃的嫁妆单子在此，请侯爷按单清点。少一样，属下便记一笔。这是按亲王正妃规格给青瑶准备的嫁妆，这几乎掏空了侯府。若给了青瑶嫁入东宫怎么办？这单子怕是拿错了。夫人意思是礼部拟定的单子不作数，那属下只好回禀王爷，请礼部重新核验。毕竟王妃的嫁妆规制关乎皇家体面。来人，开库房，按单子清点。夫人息怒，妾杀教女无方，罪该万死。我看你教得很好啊，你那好女儿如今攀上高枝，都敢来打他老子的脸了。你说三院那死丫头是不是忘了，她娘还在我手里？王府规矩，三院怎敢不从？妾身愿将功补过，替三院赎罪。你要怎么将功补过？妾身祖上曾是江南名医，传下几张古方，一张养生方，男子用了可重返壮年精力；一张养颜方，女子用了可容颜永驻。还有一方为养肤方，可令男子欲罢不能，非他不可。当真有用，妾身不敢胡说。这瓶玉容膏，夫人可先一试，若无效，任凭夫人处置。另给侯爷服用的回春露，妾身会把方子给夫人查看后再熬制。你为何现在才拿出来？如今三院闯下大祸，妾身再不把箱底掏出，怎敢求夫人给条活路？这些都是我的。回王妃，按嫁妆单子清点，3室6台，1台不少，只是成色上有些还是差了些。他们从来没给过我一件像样的东西。小时候嫡女摔碎玉镯来给我，我跪了3个时辰。这女人疯了吗？去年我想给娘抓药去求夫人，她在雪地里晾了我1下午。嫁衣太大，凤冠也大，统统都不是我的。但他们给了我最好的婚事，最好的王爷。王爷您真好。得，先哄媳妇儿吧，老臣待会儿再来。宋三院，你起来！谁说本王是为了你？我知道王爷不是救世主，我知道这些嫁妆入不了您的眼，我知道您只是想敲打侯府，可我就是高兴。我这辈子听过刀剑破空，战马嘶鸣，独没听过一个女子这样贴在我胸口，哭得这般毫无章法，委屈得惊天动地。行了，哭得好难听。值钱的入库，瓷器补上府中缺漏，实在不堪的，悄悄运去当铺换成现银，一半打赏给府上下人，好好过个风余年，一半留着备用。王妃仁厚，但王府还不至于要王妃的嫁妆来补贴。王爷若是知道了，怕是会不高兴。那便先不叫王爷知道。若不是王爷，我1分也别想得到。如今王府就是我的家，身为王妃，我有责任把这个家操持好。只是很担心娘，怕是又要受牵连了。你去永昌侯府探探情况。是。知道探什么吧？
当然是看看王妃亲娘有没有受欺负，好叫王妃安心，这还用说吗？我只是懒得用脑子，又不是真的很笨。口口声声说自己不是救世主，这又是在干什么？我护得了一时，护不了一世，值得吗？反正最后都是要死的，罢了。一饭一书也是恩，我只是不想欠人情，只怕我这么一闹，有人又要大做文章了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永昌侯府的事，听说了？是，儿臣刚刚得知。你怎么看？儿臣以为四弟此举虽有过激之嫌，但永昌侯府确有适当之处。替嫁本是父皇体谅的天恩，侯府既让庶女待嫁，便该全其体面，而非在嫁妆上克扣算计。如今闹得满城风雨，损的不只是侯府颜面，更是皇家威仪。从前倒不知永昌侯竟是个糊涂蛋。永昌侯本就是个花架子，若不是有老太傅撑住，确实难登大雅之堂。此事儿臣亦有责任。太傅年事已高，儿臣不忍严责其亲族，故而对侯府多有纵容。本欲替父皇分忧，岂料徒增烦恼。儿臣无能，请父皇责罚。太傅3朝元老，门生遍布朝野，别说你，朕也怕他闹啊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吧？儿臣欲许侯府一个良帝之位，还望父皇准允。你早就盘算好了，拿朕的恩师当垫脚石，顺理成章地甩开正妃之位去娶沈家军权。也罢，朕便成全你，也只能如此了。传旨，让沈老太君带其孙女来参加宫宴，到时2道旨一块下了吧。父皇英明。说起来，老四媳妇儿倒是个有本事的，不但令老四几番起死回生，还能怂恿他出面撑腰。四弟本就宅心仁厚，近来南边东面都不太平，老四若能醒悟，你兄弟2人在此携手，最好不过。这样一并通知老四和他媳妇儿来参加宫宴吧。四弟如今的身体和心情，怕是不合时宜。那便让安亲王妃自己来。你干什么去了？可有受伤？他说莫担心，他有法子应付。让你在王府也要好好的，他等着你。师娘，王爷派他去侯府探望了娘，他当真无恙？他给的。小时候只有生病时，娘才舍得熬的松子汤。他说1人1半，他真挺厉害的。我去的时候正赶上侯夫人找他麻烦，结果他3言2语反而哄得侯夫人高高兴兴回去了。我守了2天，皆无异常。我知道，我娘她很聪明。辛苦你了，快趁热吃。我不告诉王爷。王爷排第1，真是个好孩子。哼，有些王妃有了新妹妹就忘了旧妹妹。朝露，你怎么来了？翻墙来的呀，我爬树翻墙可厉害了，只要我想来，根本拦不住我。对不起啊，朝露妹妹，我难过的不是不能来王府，而是我年后就要嫁去10万8千里外的岭南了，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包子了。嫁远些也好，将军若在天有灵，宁愿女儿去千里之外的山野，也不愿她留在京城这口看似锦绣，实则腐臭的染缸里，被那些蛀虫啃食殆尽。最要紧的是，我已经是个废人，护不住她了。岭南湿热，得多备些祛湿健脾的药材，有个4神茯苓膏的方子，一存放也养人。到时我多做些，给他带上。朝露、张可闭口都是谢夫子，也不知道那谢夫子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将门之后没落世家，老太君用心良苦，却突然大张旗鼓要把朝露远嫁岭南。不对，怕是有位高权重之人打起了沈朝露的主意。魏妻，将军府最近有什么异常？前些日子太子赏了沈姑娘，老太君就开始大张旗鼓操办起了姑娘的婚事。为何不报？属下失职，请王爷责罚。滚出去！沈巍，我对不住你，我对不住你啊！王爷，你别这样！素手。王爷方才问魏妻为何不报，那是因为您把自己关在这屋子里太久了，久到外面的人都以为您真的什么都不在乎了。拳头该砸向敌人，不该砸向自己。生而为人都是要死的，王爷若不知道该怎么活了，就为我们活吧，好吗？为何突然要我们参加宫宴？沈家满门忠烈，竟换不来朝露一人的自由。所以太子早前的赏是明示。老太君，安亲王与王妃来访，人就在院内。你说谁？王爷，三人姐姐，我怕。会有办法的。太子怎就突然打上朝露主意了呢？太子盯上沈朝露，原因有2：其一，他2次让侯府难堪，舆论压迫，不得不另寻出路；
其二，他如今最缺的是军心。沈这个姓氏在北境乃至整个大楚军中的威望分量，比老太君以为的要重得多。不过虚名而已呀。曾经是护身符，如今却成了悬在我小鹿头顶招致灾祸的饵，何其可悲，何其可恨！虚名有时候比实权更可靠，因为实权可以夺争交易，而虚名绑着忠义，绑着人心，绑着逝者用命换来的荣耀。朝露绝不能入宫。那好，虚名能杀人也能护人，请老太君拿本王令牌，立即进宫，还来得及。那是安亲王吗？王爷出来好了。王爷身子可好些了？给王爷请安，王爷洪福齐天。怎么回事？回王爷，是些老兵。自大婚那件事闹开后，陆续有人来探望，只是王爷状态不佳，便没有禀报。倒是王妃，只要有空，便会亲自接见，并吩咐门房不许驱赶，东西可收，但要回礼，起码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走。让他们进前来。是。王爷，标下王老五原朔风军左营的，您还记得吗？雁门关守粮道的那个瘸子王老五。你腿上的旧伤如何了？下雨天还疼吗？和王爷您比起来，这点疼算什么？王爷，我是你在那儿北京第38军过头营的，给您做过烤地瓜。王爷，我爹前些日子给我托梦，他说他们不怪王爷。此举太冒险，祖母不能去。祖母，鹿儿乖乖在家等着，来人，好好看住小姐。怕什么？天塌了，还有祖母顶着。天寒地冻的，您老这身子骨怎能如此折腾？快，随姑去东宫暖和暖和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老身求见陛下，望殿下通融。父皇受了点风寒，今日不见任何人。老太君有话，不妨与姑说。那老身就在此等着，等到陛下愿意见老身为止。是安亲王让您来的吧？沈家满门忠烈，老将军在天之灵若见您如此自苦，怕是也要痛心。将军府门庭冷清，朝露姑娘天真烂漫，若无有力臂膀庇护，将来难免受人轻慢。从前有安亲王，姑便不操这份心，只是如今沈家就剩这么一个血脉，老身恳请殿下高抬贵手。老太君言重，天加恩赏，父皇一片体恤之心，若被辜负，外间不明就里之人难免揣测，恐不好收场。接是锦绣险道，不接便是伏逆天恩，雷击满门与旧部。太子是非朝露不可了。朝露从小顽劣，做不了东宫之主，殿下三思。孤必珍之重之护之，请老太君安心，孤必给沈家无限荣光。沈家要这荣光何用？先生，你读过那么多书，懂得那么多道理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太子殿下仁德宽厚，殿下看重姑娘，是沈家门楣之光，亦是告慰沈老将军在天之灵。姑娘与安亲王有兄妹之谊，更应体恤殿下苦心，莫使王爷为难。沈家满门忠烈，若能换朝堂安稳，免生灵涂炭，此乃大义。女子之德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以一身安军心，稳朝局，全忠义之名，这亦是女子的大义。学生懂了，多谢先生教诲。来人，送客。这杯茶如剧毒入喉，我答应过教你骑马射箭，恐要食言了。父皇多疑，朝堂凌厉，边境虎狼环伺，我如履薄冰。有些选择我不得不做，换做别人也未必有我做得好。殿下，谢清燕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草民谢清燕，参见太子殿下。子恒，你来了，怎不多穿些？瞧脸都冻白了。来人，快备姜茶。你我之间何须如此生分？无论如何，你总是端州的亲舅舅。如何？沈姑娘那边可想明白了？草民已尽力开导。沈姑娘心思单纯，方能体悟殿下与朝廷的深意。尽力便好，底色是沈家忠烈之后的正直纯善，姑瞧着很好。有你教出来的学生，将来做儋州的母亲，想必你也是放心的。说来，儋州时常念叨你这舅舅，去瞧瞧他吧，也该多亲近亲近才是。草民谢殿下恩典。王爷醒了，大楚自然不是谁一个人的大楚，山河万里，百姓千万。各有各的命数，各有各的造化，所以妾身觉得保全自己不是自私，是大义，是每个人最应该有的对自己的大义。王爷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阵地，活着不是退路，是前锋，
只有守好自己的阵地，才能严世家、治国、治天下。你大道理是真多，话也多。这些其实是谢夫子说给朝露听的，妾身觉得很有道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老太君回来了吗？祖母，您可回来了。祖母没用。祖母说什么呢？爹爹常说沈家就没有软骨头，沈家儿郎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沈家女郎也不能差呀。您看古有花木兰、梁红玉，不都是巾帼英雄？他们能上战场，能守家国，我也能，只是战场不一样而已。朝露啊，你能如此想，祖母就放心了。祖母，您别哭，您一定要信我，沈家的风骨我撑得起。祖母可是担心安亲王？那孩子性子太倔，如今这境况，我怕他。只有我能说服他，我去吧。原也不是良配，倒是老身瞎了眼。去沈家看看。王爷，沈姑娘来了，也不知道她什么毛病，每次都翻墙，也不怕当成贼给误伤了。若真如此，那便是你和魏妻眼瞎。小女参见王爷。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我都饿瘦了。有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这个时辰你来做什么？老太君可有面圣？结果如何？我饿得睡不着。说不说？我说了，你可别生气。我来是想跟哥哥说件事。我想嫁太子。陛下不同意吗？难道是我误判了？父皇已经到了如此不要脸面的地步了吗？哪怕闹大，用军中舆论施压，我也要护他周全。王爷，是我想嫁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是我想要嫁太子，想做太子妃。不可！沈朝露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太子是什么人？东宫什么地方？那是你能去的。他非良配，就你那榆木脑袋。魏峰哥哥，你忘了？小时候我兄长总说我愚钝，脑子一根筋，将来怕是要嫁不出去，只能养在家里当老姑娘。那时候是你说的呀，你说朝露这不叫愚钝，这叫大智若愚。不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我相信自己能做好太子妃，将来兴许还能做一个好皇后。沈家儿郎都是英雄，朝露也想当英雄，只要我做好了就是英雄，对不对？沈巍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没护住你最后一点血脉，九泉之下有何颜面相见？魏峰哥哥，你别这样，你别吓我，来人，快来人！皇兄，你虚伪卑鄙，算计兄弟，构陷忠良，你配坐这江山吗？不，没有，无德。你优柔寡断，外宽内忌，你最不像朕的儿子。不是的，我是为了大楚，为了父皇。你们胡说！太子乃真君子，是这世间最磊落仁德之人。你们不懂他，是你们眼瞎心盲。心怡，原是我错看了你。不啊，姑没错，不是姑的错。来人！殿下，安亲王府可有异动？禀殿下，刚刚得到消息，安亲王呕血昏迷，情况危急。下去吧。生在皇家，我不狠，自有人狠。魏峰守不住的国门，我来守；他护不住的人，我来护。要怪就怪那龙椅只能一人独坐。或许我还不够狠，我还应该再主动一些，一步之遥，只一步之遥了。王妃了不起！王爷孤身奋战，唯有您老能帮上忙，而我除了熬药做饭，似乎也做不了别的。王妃此言差矣，您可知王爷昨夜醉显时，气息几乎散了。那时老夫失真的手都在抖，是祥庆公公说王妃在熬汤，天亮后要给大伙儿煮北京常吃的手扯面。老夫听了，不知怎的，心就定了一半。老夫觉得这份过日子的心，就是吊住王爷那口心气儿最要紧的一味药。王妃，有些话老夫今日便交个底。王爷身上的毒能解，只是这解毒之法犹如刮骨疗毒，过程漫长，痛苦非常，需以金针渡穴，逼毒外显，再辅以药浴蒸熏，将沉在骨髓里的毒一点点拔出来。但前提是王爷得一直好好配合。至于眼疾，毒烟灼伤的是目络，若能疏通淤塞，活血明目，辅以长期温养，即便不能复明如初，恢复几分光感，变得近处人影未必不能。但王爷其实根本不想治。为何？
王爷说治好了，看得见了，然后呢？去看这世道如何淹杂，去看人心如何鬼鬼，去看儿郎们拼死守下的山河如何被蝇狗狗之辈糟践。王爷真正伤的不是眼睛和双腿，是信念塌了，道义碎了，是他用血肉之躯筑起的城墙被身后人亲手推倒，还要在上面踩上几脚，骂他愚蠢。他的一身伤病，不过是这破碎信仰的外显罢了。伤口裂了可以治，信仰碎了该怎么拼？王妃方才说的对，王爷现在确实是孤军奋战，但你我都可以成为他的战友。请吕老明示。老夫能做的是解毒，是治病，而王妃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助王爷先离开京城。王爷不想治是一方面，只怕暗处有人怕他治，困于生死两难。笑话，巨塔倾回，基石又在。天下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沈姑娘如此行径，显得王府亲卫很无用，就不能让她走正门吗？无妨，随她吧。往后怕是没机会了。我亲亲的王妃姐姐，有什么吃的快快上来，我快饿死了。你又忘了？哎呀，是我的不是。亲亲的三韵姐姐，快给些吃的吧，我快饿发财了。言出有灵，只要说得好，想得好，老天爷便会多眷顾他几分。王爷今日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都怪我，本就不该你背负的，你偏要背着不放，便就成了双重的负担，拖累自己也累及旁人。王爷生病只是王爷的事，你偏要责怪自己，你因此而自责，王爷又会因你自责而难受。对哦，我要嫁去东宫，本就是我自己的决定，王爷偏要责怪自己，把自己气生病，还不如尊重彼此命运，往好处想。就像三苑姐你说的，言出有灵，当太子妃，多少女子梦寐以求。我不但要好好抓住机会，我还得发扬光大，做好女子表率。倒也不必做得那么好，做好自己，保全自己，足矣。三苑姐姐，你这梅花酥真好吃，以后还能给我做。会的，你慢点吃，又没人给你抢。因果是条长路，我死死扛着这山一样的因，究竟是想等来一个怎样的果？每一个战士在冲向死亡时，便把生命，把值不值得放下了，唯独我死死攥着这份沉重。水，王爷再不开口说话，老臣都要以为是不是用错了药。用没用错不知道，反正比本王的命都苦。明日宫宴，王妃得参加，王爷别忘了提点提点自家媳妇儿。老夫现在可就好王妃做的菜，旁的吃不下去，可别让人在宫里受了委屈啊。明日你若不想去，可以不去。妾身想去看看母妃，也答应了朝露会陪同她。你与她都记住了，不要自作聪明，不要擅作主张，言多必失，最好当个哑巴。是，王爷。走这一遭，让他们知道你很寻常，很一般，掀不起风浪。如此，你往后的日子或能安稳些。他教我藏拙自保，他始终还是那个愿意用光辉去映照人间的月亮。王爷，你想离开京城吗？本王这副样子能去哪里？假如可以，王爷最想去哪里？我还没出过京城呢，真想去看看楚国的山河。江南怎么样？我娘就出生在江南，听她说江南可美了。若有机会，王爷可愿意带我去看看？曾经我以为能守护万民，如今连一个小姑娘都护不住，我无法给她希望。但或许我该想办法送她一条生路。若真有那一日，本王带你去。那王要说话算话。等去了江南，我要学做传菜，听说传娘做的鱼羹最鲜，还要去看采茶。我娘说早春的茶芽最嫩，炒茶时的香气能飘10里。黑水河以北300里有10名望归，昔年戍卒刻字其上，此时不倒，家国永在。王爷，你说那些刻字的戍卒后来回家了吗？睡吧。石头会倒，家国也会变，但妾身相信有些东西不会变的。比如呢？比如天总会亮，比如只要用心就能熬出很香的汤，比如世道再乱也该有是非对错，只是有些答案需要时间去等。话比你吃的盐都多。那妾身就少说点儿。最后再说一句，王爷要答应我，明日好好喝药，好好用膳。我让红英盯着，若少一口，我回来要生气的。
哟，这不是安王妃吗？姐姐这身打扮未免也太过朴素，怎么安亲王府连套像样的头面都凑不齐了？要不要妹妹赏你2只簪子，免得待会儿面圣丢了咱们永昌侯府的脸面？妹妹慎言，我虽简朴，已是圣上亲封的安亲王妃。若论家礼，你可唤我一声姐姐；若论国礼，你该向我行礼。给安王妃请安。见过安王妃。都起来吧，待我入了东宫，定有机会好好教教你什么叫尊卑。宋姑娘好志气，宋姑娘这么懂规矩，着路便请教请教。太子妃是不是有权管东宫所有女眷呀？我听说东宫规矩大，连侧妃每日都要向太子妃晨婚定喜呢。沈姑娘说的对，确是如此。宴席将开，我们换个地方入座吧。你拉我做什么？论吵架，我就没输过。今日之事，他怕是在心里记上一笔了。你往后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记就记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这幅锦绣山河春意图乃臣女着作，恭祝陛下江山永固，春满人间。有心了啊，傻。臣女叩谢陛下。沈家丫头，臣女沈昭露恭祝陛下龙体康健，祝大楚兵强马壮。沈家丫头可准备了什么才艺？回陛下，臣女只会吃吃喝，不会写写画画，要不臣女给您翻2个跟头。宴席之上，舞刀弄枪不成体统。罢了，你父兄都是国之英雄，你保持这般赤子之心也好。父皇说的是，将门虎女贵在率真。若说才女，儿臣倒想起一人。安亲王虽未能亲至，但安王妃今日在场，听闻王妃贤淑能干，想必有所准备。臣父宋氏，代父魏封，恭贺陛下新春，愿陛下龙体康泰，大楚和亲海晏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臣父出身微末，未尝读书，不通文墨，更不懂丹气之道，唯一会做的不过是些灶台间的微末之事。这孩子的眼神太静了，是认命还是在酝酿什么？为什么我竟从他身上看到了风儿的影子？既无才艺，那便退下吧。难不成安王妃要在这金殿上烧火做饭不成？回太傅，今日宫宴珍馐满目，不敢献丑，只在王府做了样糕点带来，聊表心意，请陛下和各位贵人品鉴。还真做饭了，桌上什么山珍海味没有？拿几块糕点，这还不叫献丑？此糕名为定胜糕，原是军中旧俗，将士出征前，家人便会蒸上此糕，寓意定能取胜，平安归来。但今日臣父斗胆，为他另取一名。山河无恙，米粒同温。坏了，这哪里是献丑，这是要把话往最要命的地方引啊！这祖宗怎么敢在陛下面前叩问朝廷？满天神佛，求求你们，让王妃可哑巴了吧！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为何要做此糕，又为何要起此名？陛下，闭嘴！让安王妃自己说。回陛下，此糕用料至简，不过清水与米，米粒虽微，却是万民之根基，社稷之根本。他竟真敢说，竟敢用最贱的米喻指最重的民与国。这是安亲王贼心不死，在借他的口逼宫啊！今日宫宴华美轩赫，珍馐罗列，乃太平盛世应有之象。然臣父斗胆妄言，真正的山河无恙，国泰民安，从来不在玉盘珍馐，酒池肉林，而在边疆忠魂得位，英名不蒙尘。在朝堂上下同心，猜忌不生隙，君臣不相疑。在天下仓廪丰实，路无恶殍，日子夜啼，不畏饥寒，只为寻常嬉闹。继续说。昔日将士出征前，分食的便是这般简陋却饱腹的米糕，他们怀中揣着它，奔赴沙场，以性命相搏。今日除夕，辞旧迎新，臣父斗胆献此糕于陛下，祈愿新的一年，我大楚国运昌隆，愿我朝将士能如这高明所期，每战必胜，每守必固。他们的英勇与牺牲，将铭记青史，万民敬仰，故而臣父将此糕更名为山河无恙，米粒同温。这妇人疯了，安亲王在找死。这些话是安亲王让你说的。陛下明鉴，凤儿她绝无此意，宋氏无知妇孺，胡言乱语而已。朕在问他。蠢妇，自寻死路。祖母别小看了三院姐姐，她才不蠢呢。陛下明鉴，这番话确实不是臣父一人能想出来的。宋氏，慎言！完了，安亲王完了，这毒妇要拉着魏峰一起死。
王爷，你想先喝汤还是先喝粥？什么时辰了？回王爷，酉时了。酉时，宫宴才入席不久，起码还得2个时辰。王爷快些喝吧，等喝完这些汤粥，王妃就回来了。谁说我在盼？可是为什么我会如此心慌？安亲王还说了些什么？我夫未疯，缠绵病榻，时常昏沉。太医说这是心气郁结、神思涣散之兆，药石难医。臣妇别无他法，只能日日守在他病榻前，为他诵读各地风物志、山河玉图，盼着那些他曾经守护过的地名、描绘过的山河，能唤回他一丝半点的神智。至于那太平盛世应有之象，并非王爷当下所言，而是王爷15岁时随手写在大楚山河志里的志向。臣妇愚钝，不通文墨，所行识的些字，不懂什么朝堂大义，更不敢揣测王爷深意。臣妇只知，王爷昏迷时喊的是雁门关，是玉门赛。偶尔清醒片刻，也会问起北京、京东是否大雪，百姓可安。故而今日之言，乃臣妇有感而发，胡言乱语。若有僭越，还请陛下降罪。朕还以为是安亲王借你之口表达对朕的不满。回禀陛下，臣妇句句属实，望陛下明察。魏峰像极了朕年轻时的倔，却比朕多了份不忍伤人的人。他宁可血界5步，也绝不会躲在女人身后耍心眼。连一个无知妇人都能有这般感悟，难道朕当真错了吗？安王妃爱父心切，言语虽有僭越，其情可怜。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王爷元气大伤，时常咳血，上京地寒干燥，本就于治病不利。臣妇斗胆，恳请陛下恩准，许王爷携臣妇南下江南，寻一处温润之地，静心养病。一来江南气候温润，或能缓解王爷咳疾；二来远离就地救人，或许于王爷心智有益。臣妇愿以性命担保，必尽心侍奉，绝不再生事端。求陛下恩准。好一招声东击西，以退为进，兜兜转转，他竟是想替安亲王搏一个离京的机会。今日可看明白了？孙女不明白，他分明就是诡辩，巧言令色。那你就该学学如何诡得让人哑口无言，如何巧得让陛下都不得不让步。你以为他赢在口舌，他是赢在了分寸。你再看看你，众目睽睽下，又是瞪人，又是脚帕子，大失风度。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以后入了东宫，你最好收起后院争宠的下作手段。瑶儿，记住外父今日的话，往后行事一定要沉得住气，多看多听，少说，更莫要小看任何人，尤其是那些你曾经踩在脚下的人。能从泥里爬起来的人，骨头往往比站在高处的人更硬，也更锋利。孙女谨记外祖父教诲。这位安王妃怕是藏拙啊？何止藏拙，简直是扮猪吃虎。安亲王倒是捡到宝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若安亲王真能南下养病，于朝局未必不是好事。是啊，走了大家都清静。凭什么？他凭什么能在金殿上侃侃而谈？凭什么他成了不简单的人物，我却要被训斥？我绝不能输给宋三院，绝不！宋三院，你等着，江南养病，那你就永远别回来了。起来吧，谢母妃。苦了你了。江南是个好地方，暖和，水也养人。凤儿小时最怕冷，一到冬日就咳嗽。太医总说肺弱，本宫那时就想，若能带她去江南住些时日，该多好。如今你能带她去，很好。好好照顾她，也好好照顾你自己。是，母妃也要保重。这不是赏赐，是凤儿第一次打了胜仗，用赏银给本宫买的，不值什么钱，但她挑了很久，如今给你，替本宫陪着她。回去吧，别让凤儿等久了。我这是自作主张替她驳了出路，王爷知晓后，不知又要怎么生气了。到了吗？三院姐姐，天都快亮了，你快回去，王爷该等急了。夜深路重，老太君相伴，愿您新年安康，福寿绵长。王妃万万不可，折煞老身了。朝露唤我一声姐姐，老太君您自然也是三院敬重的长辈，这一礼该当的。朴素之下藏风骨，寻常之中见山河。好孩子，你当得起安亲王妃这担子。不愧是我一眼就相中的姐姐，这胆识，这谋略，颇有为将之风。睡醒了便过来吃汤圆。是，王爷要是生气发火，你就死皮赖脸的撒娇，装可怜。实在不行，你让红英来喊我，我帮你。知道了。
冷的天，就让王爷这么冻着？可不咋的，冻坏了身子，自己遭罪不说，我这把老骨头也顶不住啊！王妃息怒，都怪老奴无用。王妃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王爷晚间的汤药都没喝。王爷，妾身知错，你怎么罚都行，先进屋好吗？沈老太君夸得好啊！朴素之下藏风骨，寻常之中见山河，倒是我位峰高攀了。王爷，别叫我王爷！施粥是错，老兵探视是扰，江南养病是求。王妃步步为营，机关算尽，厉害呀！只是你把我魏峰当成什么了？需要你一个妇人去金殿上用眼泪，用那些弯弯绕绕的话去讨一个恩典的可怜虫？谁许你做的？谁给你的胆子？你眼里可还有我这个王爷？王爷，你别生气，妾身知错。你罚我，你怎么罚都行。是老奴的错，没能阻止王妃。离京治病是老夫的主意，王要罚就罚老夫吧。王爷息怒。好啊，好得很。既然都想死，本王成全你们。来人！妾身不想死，我们都不想死。老奴不想死。老夫虽一把年纪，但还想多活几年，不想死。王妃答应要给属下煮的长寿面，属下还没吃，不想死。末将亦不想死。奴婢不想死，小的不想救。他们只是不想认这命，只是想活，何罪之有？王爷息怒，消消气儿。千错万错都是妾身的错，是妾身胆大包天，是妾身自作主张，是妾身太想和王爷一起好好活下去。王爷要罚就罚妾身一人，怎么罚都行，只求王爷别牵连旁人。我竟想不出该如何罚他才好。站住！你去干嘛？他们打起来怎么办？榆木脑袋！哼！若真打起来，你帮谁？今天不该我值夜，我去睡了。老东西，也不知提前知会一声，咱家差点就吓死在那金殿上了。老夫是真不知，王妃孤注一掷，是不想连累我们。小小年纪，让我们这些老家伙汗颜啊！我这个老东西得抓紧时间先睡会儿。去吧，我这老不死的可得守着。王爷，妾身真的知道错了，错在不该自作聪明，错在不该妄图用妇人的法子去解朝堂的局，错在让王爷觉得难堪，觉得尊严受损。可是王爷，妾身没办法，妾身看见你夜里疼得睡不着，心疼王爷。江南温养是吕老说的最好的法子，哪怕拼了命也想为你争一争。但其实今日在宫中，妾身也怕极了，怕说错一句话，走错一步路，就再也回不来，再见不到你。王爷，你骂我也好，罚我也罢，只求你别赶我走，别不要我。除了你身边，妾身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。我是怕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姑娘，成下一个被碾碎的牺牲品。君心难测，我习惯了一个人坠入深渊，可你为什么要这么蠢，要陪我一起下垂？我该拿你怎么办？古机关算尽，费尽心机将魏峰困在京城等死，竟被一个小小女子给破了局。殿下，安亲王离京一事，谁都可以拦，唯殿下拦不得。姑知道，姑不但不能拦，还得替他们扫清路途，做得漂漂亮亮，尽显兄长风范。殿下英明，只是这江南山高水远，路途迢迢，瘸了腿的虎，落了单的雁，若是遇上些意外，再正常不过。他还没醒。听说昨晚王爷大怒，结果被你给说服啦？你胡说什么啊？王妃既已起身，老朽便进去给王爷请个平安麦。给王爷王妃拜年，愿王爷王妃身体康健，岁岁平安。赏，大家都有赏。今日活计减半，轮着歇息。我去厨房给大家做汤圆。谢王妃。卖相还行，比想象中好许多。本王没气死，你挺遗憾。哈哈，过年的，王爷可不敢说那个字儿，王妃若听见了，要训人的。如今这府上他才是主。王爷这话听着似乎有些酸，这世上没有谁就该对谁好，真心这东西最是瞬息万变，遇到了抓住了是福分，错过了松手了可能就是一辈子。老朽年轻时连考3次太医院未中，自觉配不上他，便说混账话把他赶走了。后来他嫁去江南做妾，
难产没了，我赶到时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着。人这一辈子能遇到几个肯在你最难的时候还不离不弃的人？老朽当年就是太骄傲，总觉得尊严比什么都重要。结果呢，尊严没守住，人也没了。你呀，可别学我。他不一样，年轻天真，错把报恩当成了真心而已。王爷真觉得一个能在侯府隐忍20年，在宫中敢以命相凭的姑娘，分不清报恩和真心？她若只想报恩，何必顶着干政的风险去征江南之行？何必成日提心吊胆的守着您？哼，真心是瞬息万变，可有些真心一眼就能看到底。王爷好好想想吧。想我这条命还能活多久？还是想，若真有那么一天我先走了，留他一个人在这吃人的世上，该怎么办？原来我竟已经开始想以后了。陛下昨日听闻王妃在宴上提及大楚山河志，感慨良多。陛下特命劳奴来取，想趁着年节闲暇，好生品品王爷当年的见解。借书如见人，全当是父子俩叙叙旧。看批注是假，验笔记才是真。陛下明知那书里每一处批注都是王爷曾经赤诚捧出的一颗心，还要这样亲手剖开，一寸寸查验。陛下的良心真的不会痛吗？父子君臣两不疑，王爷以为的君臣是君以国事待我，我以国事报之；他以为的父子是你与我信任山河，我还你海晏河清。可现实呢？现实是君依他功高震主，父继他锋芒太盛，连一本旧书上的几句话都要拿去反复查找，查他的忠心，验他的傲骨。这种万念俱灰的痛，谁人能承受？王妃回屋吧。祥庆公公，你说人心要是被摔碎了，还能拼起来吗？唉，把那些赏赐都收进库房吧。那书，陛下想看就让他看，最好让他看清楚他亲手摔碎的是什么。总有一天他会知道，碎过的东西就算用皇恩浩荡的金线去缝，也缝不回原来的样子了。王爷的心就算碎成了齑粉，我也要一点点捡起来，用3餐4季的烟火气重新焐成一颗不必再为别人而活，只为他自己跳动的心。这是做什么？高山羊肉紧山重，先烫皮，锁住肉汁，也去了外层杂味。羊骨要敲开，骨髓最补，得熬透了才出味儿。三院姐，你若敢杀人，定也是一把好手。今日憋着一口气，正愁没处撒，我敢。谁若敢吃里扒外，仗着王爷伤残就欺到他头上去，我便敲碎他骨头，让他知道什么叫主仆有别，什么叫规矩方圆。奴婢去添柴，老奴去劫财菜。王妃威武！王府如今就像四处漏风的破庙，暗中窥伺的眼睛防不胜防。我若是个软弱无能的，不等外头刀剑杀进来，里头这些老鼠就能先把梁柱啃空。早前老奴还担心王妃心善，性子又软，怕她在王府立不住脚，更别提往后那些明枪暗弹。如今看来，是老奴眼拙。王妃心里头是有一杆秤的，该给的1两不少，该收的1寸不让。最重要的是，在王妃心里，王爷就是那秤砣。世道再难，只要认真活，总能活出几分滋味来。现在知道什么叫圣意难测了吧？这件事还没完，只要你昨日的话被验出一点纰漏，仍是一个死字。妾身知道，所以妾身很小心，每个字每句话都有反复考量。孙子兵法云：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陛下是君是父，可他也是人，是人就有弱点，有顾忌，有敬畏之心。妾身不过是顺势而为。他竟敢一知半解地拿着兵书上的话去金殿上豪赌，宋三元，你迟早会害死自己。妾身不后悔。你说什么？王爷息怒，妾身的战场就在这座王府，在您的身边。为将者当与士卒同甘苦，夫妻亦当如此。且身为王爷，更为自己，所以不得不搏。说不过你，那王爷不生气了吧？再说废话，今晚就睡门口。妾身去看看汤好了没？今天炖的羊肉汤最是驱寒暖身，王爷一定要多喝2碗。站住！往后不可再自作主张。
妾身记住了，王爷放心吧。好一个宋三月，自信到在赌命之前，先把套给我下好。这女人下次还敢。他是天选之子，大楚柱石，甚至有人暗示东宫之位未必不可易。那时魏峰刚封了安亲王，17岁，朕赐了王府仪仗无数金银，朕那时可曾有过半分猜疑？朕只是想做一代明君。明君不该偏私，不该偏爱，不乱了千秋法度，慈不掌兵，善不治国。朕没错，朕不能错。陛下口谕，请王爷坐着听便是。本王倒是想跪，奈何这残腿不听使唤。赐安亲王江南别院一所，坐落于苏州府太湖之滨，准其随时启程，也可随时回京，来去自由，无需请旨。准太医院吕正随行，直至亲王痊愈或自愿返京。臣妇代王爷谢主隆恩。陛下说了，江南风物宜人，最是养心。王爷此去只管静养便是，外头那些杂事自有朝廷担着。陛下还说他老了，好多事情已经力不从心。陛下与娘娘信得过王妃，盼王妃莫要辜负这份信任。臣妇谨记。王爷保重。王爷，你不高兴吗？你很高兴？高兴。高兴终于可以离开这座牢笼。是，妾身想带王爷出去透透气。哼，宋三月，你知不知道，离了京城，这世上就没有安亲王了，没有那道府门挡着，那些想让我死的人，动手会方便很多。不过是换一个地方等死罢了，值得这般折腾吗？太湖边的宅子，妾身打听过了，说是前朝一位志士翰林修的园子，后院有口老井，井水甘甜，最宜炖汤。离宅3里就是集镇，每日清晨有渔人卖新打的太湖白鱼。他说话的节奏像熬汤，轮火慢炖，不急不躁，好像再硬的骨头也能被他熬化。3月春笋就下来了，用井水焯过，淋一点秋油，脆生生的。5月枇杷熟，后山那几棵说是白沙枇杷，皮薄肉厚，能甜一整个夏天。8月收桂花，晒干了能存一冬。王爷不爱吃甜，妾身少放些糖，只借个香气。听吕正说的吧？他是不是还说我身上的毒能解，眼睛也能治好，只要去了江南，一切都能变好？吕正那张嘴能把草说成金条，你知道朝堂上下怎么叫他吗？他们私下都叫他吕大胆，不是胆大敢治，是胆大敢吹。他在太医院熬了30年，做梦都想回苏州老家开店医馆。他劝我去太湖，究竟是医者诊断还是游子的私心，你分得清？他的话你信3成都是多。宋三月，你要知道，许多事情不是靠着一腔孤勇和心怀愿景就能好的。那王爷呢？王爷信他几成？本王1分也不信。妾身知道吕太医有自己的念想，人活一世，谁没有念想呢？江南未必能把王爷的身子全治好，可总比困在这4方院里多一些盼头。人若连一腔孤勇都没有，那便当真什么都成不了了。其实人生在世，谁不是在等死？妾身想，与其慌张的等，不如从容的活，活一日便赚一日。反正江南是肯定要去的，因为王爷答应过妾身。至于安危，王爷不用担心，我和魏统领会商量的。臣女老身叩谢隆恩。太子竟派他来料理筹备大婚，这是让人亲手剜出心头肉。一国储君杀人诛心，此等胸怀怎叫人不胆寒？一切听谢四姨安排。赐婚的事与先生无关，先生无需自责，保全自己天经地义。姐姐出嫁那年也是正月，我护不住姐姐，护不住谢家满门清明，又如何护住心头那点刚刚萌动的念想？世人都庆幸着，我又为何要糊涂呢？这婚仪章程，字迹平稳，可无人知我写了整整1页。怎么才来？才把祖母哄睡下。王妃还在等我吗？不是齐武阁。还真准备了宵夜呀！快坐下，暖锅刚沸。红英，你也坐。谢王妃，我决定了，从今天起，王妃和王爷并列第一。微风哥哥，你也要吃吗？王爷为了等你，晚间只喝了点汤，不过肉也是不能吃的，可吃些青菜。我没苦。快吃吧。青菜再煮软一点，先喝点安神茶吧。温度适宜，和他经手的每一碗汤，每一剂药一样。三人姐姐，你手上怎么有道口子？切菜时走了神，不碍事。你
你都是王妃了，这些事不能让下人去做吗？你把他们的事都做了，你的事可没人做得了。今日破五非常重要，自然要亲力亲为，往后不会了。妹妹说的对，我的任务是照顾好王爷。红英，去叫吕老。是，一点点小伤真不用，小伤不处理，易成大患。真不碍事，都快结痂了，不信王爷摸摸看。很软，像春日新发的柳芽，嫩的稍一用力就会折断。疼吗？心跳声太响了，这是第一次主动清醒的触碰，王爷在心疼我。不疼了，都快好了。快！偷吃一块不算是对王爷不敬吧？不要碰水，明日若还有红肿，记得找吕正。是，原来当幸福降临时，一个人的内心竟可以如此喧嚣。三院姐姐，你的脸怎么红了？吃你的！咦，魏风哥哥耳朵怎么也红了？是不是屋里炭火烧得太旺了？那我去开窗。三院姐，破五不是吃饺子吗？饺子你不是吃过了吗？铜锅圆圆满满，寓意团团圆圆；锅底烧得旺旺，寓意往后的日子红红火火。每道菜有每道菜的寓意，比如这白菜寓意百菜进门。王爷你也尝尝看。我也要。好，都有。我娘常说，豆腐白白嫩嫩的，看着软，可经得起煮，煮得越久越入味儿。人也是，熬过苦才有甜。三人姐姐说话总是一套一套的，但听着好有意思，爱听，是吧，王爷？这么多好吃的，也堵不上你的嘴。既然知道王妃说的有道理，那听着便是。啊，王爷是被谁上身了吗？确实入味儿，若想劲道些，可再煮片刻。三院姐，你听见王爷说什么了吗？听见了，豆腐再煮久一点。阿娘说的对，过日子就像做菜，只要用心，定有滋味。新的一年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只是有些想娘了。魏风哥哥，你没什么话对我说吗？你爹当年把朔风君交给我时说，家里有个小丫头，皮得很，她不在家时托我看顾些。这些年你也没出过什么大事，还行。我是将军府唯一的女儿，可我什么也不会，没人告诉我要怎么去做大人。我夜夜害怕的睡不着，怕祖母也离开，怕将军府只剩我一人，怕我撑不起将军府，怕爹爹和哥哥们失望。微风哥哥，谢谢你陪我长大，往后的路该我自己走了。好，还有别的话要叮嘱我吗？陛下最忌后宫女眷争斗，东宫自然效仿。你只需守好该有的规矩，不要主动惹事，继续没心没肺的活就好。招录记下了。你会送我出嫁吗？还是别送了，早些去江南吧。三院姐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，可别再有变数。对于一个不知道有没有明天，也不期待明天的人来说，所有关于承诺的言语都已经说不出口。会的，等你出嫁后，我和王爷再走。那还回来吗？当然会，等天气暖和，等王爷好一些，我们就回来。我从未想过逃离这座京城，娘还在，丽贵妃还在，朝露还在，那么多根线牵着我们，怎能不回？那我想吃三院姐姐做的饭怎么办？能记的我给你记，不能记的你就去找我阿娘，她做的冰糖肘子比我做的好吃多了。你顺便帮我看顾她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。离京回京，在这两个女子的口中，竟稀松寻常的仿佛只是去郊外踏青，可哪有那么容易？宋三院是险赢了这一局，可下一局呢？下局呢？这深宫朝堂从来不是赢了一局就能活命的地方。既然不能阻止，亦不能掌控，倒不如将宋三院纳入棋局，让他做执棋的另一只手。他胆大包天，却也心细如发，未必不能胜任。酒真好喝。醉了？一点点。他要干什么？宋三院，你在看什么？王爷，你真好看。你醉了，我如今人不人鬼不鬼，阎王见了怕也要退让3分，谈何好看？没醉，是清醒的时候不敢说。他明明没有碰到我，可是为什么他指尖划过的每一寸空气都像是在燃烧？宋三院，你要干什么？这里以前很亮的，亮得像寒夜里的孤星，也像我抬头时望见的那轮明月。这里若是带着笑，定会让人神魂颠倒。我早前只敢远远望一眼，如今终于能靠近细看了。
妾身会把你养回去的，养得更好。宋三院，去睡觉。哦，王爷。我想我娘了。想便回去看看。王爷能陪我回吗？我娘一生有3愿：一愿我健康长大，2愿我平安喜乐，3愿我能遇良人。我想让我娘知道，她的愿望都实现了。头一次，我如此认真地去感受这片黑暗。